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这一期要介绍的发射器是森博龙女武神软弹发射器，是由中国软弹发射器品牌森博龙所著述生产。森博龙女武神的原型一样是利昂工作室所原创设计的 3D 列印软弹发射器女武神瓦尔基里。这把发射器跟家女孩 G01一样，未经利昂工作室授权所著述生产的。截至目前为止，这把女武神甚至连全金属的版本都有了。森博龙之前也有著述过 Gecko 壁虎软弹发射器，发射器本体都是采用尼龙材质，性能也很优异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复习一下我之前的开箱测评。接着我们进入到开箱的步骤。以下就是森博龙女武神的盒内配置。OK， 那以下就是盒内所有的内容物。首先会有发射器本体和一个轴承管，附上一条回膛弹簧，全金属的内管一支，内管前方设计有2个定位沟槽，弹夹2个。一个战术握把，一组机瞄，还有一个仿制的没什么屁用的全息瞄准镜，备用的气密环1个和2只6角扳手。以下就是森博龙女武神盒内所有的内容物。接着把发射器给组装起来。组装的步骤跟家女孩 G01一样，只是森博龙多了一条回膛弹簧的安装手续。OK， 那以下就是森博龙女武神组装好的形态。接着来介绍一下森博龙女武神的发射器细节。整体拿起来的感觉蛮扎实的。发射器的长度全长约54公分，枪托展开后为64公分，发射器空枪重量为1540克，发射器的本体为一体式的尼龙材质，前护幕一样有设计 M-LOK 的扩充模组，不建议安装战术轨道，螺丝可能会卡到上膛的滑块。护幕上方刻有瓦尔基里的英文字体，发射器尾部一样也有。发射器中间一样有设计观测窗，下方有瓦尔基里跟 logo 的刻字。前方是战术握把，安装在上膛滑块上。上膛的活塞连杆为金属的材质，也附上了回膛弹簧。接着是弹夹释放钮，森博龙女武神还原了利昂工作室所设计的弹夹释放钮装置，弹夹为18发的容量。虽然森博龙女武神的弹夹很类似工匠的斜口弹夹，可惜是不能做通用的。接着是扳机，扳机下方的护弓有设计食指的休息托板。后方的握把一样有设计一些防滑的纹路。接着是后方的伸缩枪托，伸缩枪托总共有4段可以做调整。说实在的，这个后枪托调整起来其实蛮不顺畅的。全展开的长度大约是10公分，托底是镂空的轻量化设计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后托的金属连杆外层包覆着一层尼龙材质。拉开后托后，就可以看到气缸本体。气缸本体为亚克力的材质，除了弹簧，其余都是塑胶件。接着，发射器顶部有全铺品的战术轨道，可以安装上盒内附赠的机械瞄具。接着来看到发射器的另一面。由于发射器本体是一体式尼龙制成，所以这一面没有任何的螺丝孔。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，一样都有刻字，中间也有设计观测窗，弹夹释放钮双边都可以去做操作，非常的方便。
完全还原了女武神原版的设计。接着来看一下申伯龙附上的轴承管。轴承管内部配有3条螺旋线，每条螺旋线上有3颗滚轮，总共有9颗，可以直接安装在发射器内管前方，提升软弹的准确度。OK， 那以上就是申伯龙女武神的细节介绍。接着来比较一下申伯龙与家女孩女武神的差异性。发射器的重量，家女孩 G01会稍微轻一些，长度的话未展开枪托是一样长的。发射器本体的材质，申伯龙为6件式一体式尼龙所组成，家女孩则是2片壳对锁的设计。家女孩 G01的外壳锁点螺丝孔就会稍微比较多一些。至于发射器外形的一些小细节来说，申伯龙的还原度会比较好一些。接着，申伯龙是附有回膛弹簧的，家女孩就没有附上回膛弹簧的设计了。内管的安装上其实大同小异，不过小细节上会有一些设计上的差异性。家女孩的内管一样是从发射器前端插入。插到底即可，锁定2颗螺丝即可固定内管。不过申伯龙的内管上设计上有一个巧思，它有设计2个定位沟槽。内管一样是从发射器前端插入，推到底之后锁上2颗螺丝，这2颗螺丝会砍入固定沟槽，在急发或者是上膛时可以避免内管的位移。家女孩的内管就没有这样子的设计了。接着来看到发射器顶部的差异，申伯龙是做全铺平的一体式战术轨道，家女孩则是由3段轨道所组成的全铺平战术轨道。机瞄的部分，家女孩是做折叠式的，申伯龙则是固定式的机瞄。接着是弹夹释放钮的差异 ，G01释放弹夹需要另一只手来操作，申伯龙则是单手操作即可。弹夹的部分也没有办法互相通用。接着来看一下气密的比较 ，G01的活塞虽然会慢慢向前推，不过这样子的气密表现已经算非常的出色了。接着是申伯龙的气密表现，这一把的气密表现非常的好，活塞是直接定在原位，没有些许的漏气的状况。更换弹簧的方式其实也差不多，不过申伯龙的更换起来会相对的比较方便一点。OK， 那以上就是这2把发射器的差异性比较。接着是申伯龙女武神的射击操作方式，首先一样插上弹夹，调整后方枪托，上膛。急发，换弹夹可以直接做快速的换弹。那以上就是申伯龙女武神的操作方式。接着来测试一下申伯龙女武神的原厂出速如何。首先使用工匠短弹3发来做测试，接着使用 AF 短弹3发来做测试，最后使用青龙丸短弹3发来做测试。以下就是测得不同弹种的平均出速。申伯龙原厂设定的出速会比家女孩 G01的出速来得还要高一些。接着来测试申伯龙女武神的准度如何。这次测试使用的精确射击钢靶也是由阿贤军备库提供的。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阿贤军配库的虾皮卖场看看哦。首先10公尺的测试，我们使用工匠短弹5发来做测试。接着使用 AF 短弹5发来做测试。最后使用青龙丸短弹5发来做测试。15公尺的距离，首先使用工匠短弹5发来做测试。接着使用 AF 短弹5发来做测试。最后使用青龙丸短弹5发来做测试。在10到15公尺的准度，我给它4颗星的评价。接着来比较一下森伯龙与嘉女孩的准度差异。其实两者的射击准度表现都不差。森伯龙女武神因为有轴承管的辅助，所以弹着点会比较密集一些。接着是15公尺的准度差异，工匠短弹的差异性不大。森伯龙使用 F 短弹的弹着点比 G01来的还要密集很多。青龙丸的差异性不大，这2把发射器的射击准度表现都很出色。森伯龙女武神也是未经利昂工作室的授权所注塑生产的发射器。森伯龙所生产的女武神延续了利昂女武神发射器的特色与优点。发射器细节上的处理也相当到位，一体式尼龙质感也很棒，原厂设定的初速也不错，射击准度在使用附赠的轴承管辅助下也很亮眼。那各位看完这一期的介绍，同样都是女武神，你们会选择森伯龙还是嘉女孩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哦。谢谢你们的观看 ，See you next time。